1块钱尽是血泪1块银元，7钱3分惨遭逆境，幼年失户迁出旧宅，生活艰辛，先学西医，在学中医为师服务，见之物价出10丁翁，领教理财生活困顿，卖文助学否极泰来，进入鸿运。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。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，这是咸丰6年1857上海富商4家所铸造的。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。所谓沙船，是10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，由北方运盐到上海，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。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，叫做三合土，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。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，每月发工资时，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，所以就由富商王永胜及王信义沙船厂、玉申胜及玉子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，规定每一饼有白银5钱。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。这种银饼是咸丰5年1856所铸，我也见过。后来墨西哥的银元，俗称墨银，流入中国，这是用机器铸造的，分量更准确。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，都使用这种银元。1块银元7钱3分银元每一个，是用白银7钱3分铸成，库称是7钱2分。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，上面有一只鹰，所以又称为鹰洋。鹰是外洋运来的，文人笔下称为番饼，民间称作洋钿。一部分文人甚至把1块钱称作番佛一尊，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。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，上面有一条龙，称为龙洋。到了民国初年，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，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，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，简称大头。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。银元之下还有2种辅币，第一级是银饺子，南方称为毫子，第2级是铜元，俗称铜板。这2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，是要跟着银价、铜价的上落而定，所以又称小洋。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，1元能换铜板多少。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，银元1枚可换铜元128枚左右。白银7钱3分的银元已很重，要是有100银元的交易，重量即达73两，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，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，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。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，一切用银元作为流通品，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，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、钱庄汇集之区，可以见到行装的老丝物及工艺，背上附着一个黄藤八斗，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，里面盛着银元，互相递借。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矿厚木箱结款，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。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，必须2人才抬得动，抢劫是不可能的。况且那时治安良好，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，盗劫绝少发生。抢八斗的事10数年中偶或有之，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。银元放在身边，锵锵有声，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，所以就是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，俗语所谓财不露白，
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，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。钞票轻而易于携带，不会惹人注目，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，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，大抵10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，10元以上的则用钞票。钞票分1元、5元、10元、50元4种，100元钞票我没有见过。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从前的银元，目下香港的1元硬币轮廓比旧时的银元小上1圈，厚度也薄一些。因为银元是98纯银铸成，仅2%是其他金属，所以硬度比100%的纯银还要硬。当时银元也有假的，是掺和铜制或铅制制成的，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，只要拿1块钱敲另1块钱的边缘，真的锵锵有声，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。还有一种含铜制极少的假银元，只要以2手指夹在银元中心，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，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音一般的银笛声，假的就没有。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，以及辨别响声。银元越出越多，版样名称有20多种，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。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，就会吃进家铜洋店，令人懊丧不已。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，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，是一块板上雕出10行半圆形的凹穴，每一行可以放50元，20行就是1000元。这是银行、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。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，是凭2只手，右手只拿1块银元，左手拿成叠银元。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，右手就循次1块1块地敲响银元的边，一面敲一面听，听到声音不好的，即刻把那1块钱踢出，于是再敲再数，15、10、15、20地唱着数下去，100块钱，不到1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。小商店出入较少，凡是逢到1块钱交易，伙计们首先把这1块钱向后木的柜面上一掷，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，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，就要请客人换1块。所以辨别银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识。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，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，写成本文，借以反映近60年来物价的变迁。在我稚龄时期，一切都不甚了了，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1个铜元。当时1个铜元用处极大，可以买糖10粒8粒，可以买大饼油条各1件，或是买生梨1、2枚，马蹄2串。记得小时候到城隍庙去游玩，1个铜元可以买1块百草梨膏糖，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卖糖的人俗呼小热荤，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。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2枚，吃1碗肉面是4个铜元，1块肉又大又厚。汽水称为荷兰水，每瓶2个铜元。鸡蛋1块钱可以买到150余只，已经算是很贵的了。